养生侃侃而谈，健康如约而至。我是你们的好朋友木子。正常情况下，我们的肝脏都是柔软的，但很多人由于不好的习惯，导致肝脏变硬，肝功能下降。而肝脏又是没有痛觉神经的，往往我们感觉不到，所以就忽视了。其实肝硬化来临前，身体会给一些提示，只要细心就能发现哦。第一个是脸色变黄，如果肝脏硬化，肝细胞出现损伤，就会导致血液中胆红素变多，这时就可能会有脸色变黄、眼白发黄等问题。第二个是肝掌，大家可以仔细观察一下手掌，如果大小鱼际处出现片状出血的情况，按压会变苍白，松开又会变回原样，这就是我们所说的肝掌，也是肝硬化来临前的表现。第三个是身体变瘦，如果你发现自己并没有特意减肥，却无缘无故的在变瘦，这个时候也要考虑可能和肝硬化有关，因为肝脏受损会影响身体的消化和吸收能力，大家要多注意哦。所以这三种表现大家最好都别忽视了。那如果不想肝脏受损，平时就要多保养，建议大家养成好的生活习惯，可以多吃点养肝食物，比如蒲公英。蒲公英是野菜，也是中药材，其中含有很多营养，有养肝明目、清肝毒的作用，可以提高肝脏功能，保护肝脏健康啊！你咋唉声叹气的呢？沈哥，哎，你看这眼瞅都夏天了，你瞅我这肚子上全是肉，抓紧时间减肥也得。现在大部分上班族最常见的问题就是久坐不动，导致腰腹部赘肉越来越多，肚子越来越大，那该怎么办呢？不妨在睡前做2个动作，帮你甩掉大肚子，练出小蛮腰。动作1，这个动作很简单，自然站立，挺胸收腹，两脚打开与肩同宽，双手手臂向身体两侧展开伸直，与肩膀在一条直线上。然后向左转动上半身，转到自己的最大限度，回到原位，再向右侧转，这样左右反复做50个，可以多做几组。动作2，自然站立，打开双脚比肩宽，左脚脚尖向外，右脚脚尖向前，然后左腿弯曲，右腿保持伸直，同时左手放在左脚前面，右手向上伸直，这时我们的身体也要向左侧弯曲，保持5秒。左手叉腰，这样反复做20次，再换相反的方向，可以多做几组。这2个小动作每天睡前坚持练习，可以充分锻炼腰部，帮你减掉赘肉，从而达到瘦身塑形的效果。哎，沈哥，你胃疼啊？可不，这好像吃坏东西了。那你快点吃点药啊！也不想吃药。哎呀，那你可以多吃点养胃食物。这啥东西养胃呀？由于现在很多人不注意饮食，导致胃不好的人越来越多。胃不好的人，下面这2种食物再喜欢也不要吃。第一种，油腻食物。日常生活中，我们吃的油炸食物、肥肉等都属于油腻食物。油腻食物中脂肪和胆固醇含量很高，胃不好的人如果吃，很容易给胃增加负担，对胃部健康不利。所以胃不好时要以饮食清淡为主。第二种，刺激食物。我们平时吃的辛辣和太硬的食物都是刺激食物，胃不好的人最好都不要吃，因为这些食物会刺激胃黏膜，增加肠胃负担。那胃不好的人吃什么养胃呢？可以常吃南瓜。南瓜大家都应该熟悉，南瓜是很好的养胃食物，南瓜中含有丰富的维生素、果胶以及微量元素等，有很好的润肠通便、健脾和胃等功效。其中含有的果胶和维生素 A 有很好的保护胃黏膜的作用，所以胃不好的朋友可以多吃一点南瓜，胃也会感谢你。好了，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了。你起来活动活动啊！等会儿，我还没玩完呢。现在有些人由于工作或者玩手机久坐不动，从而出现腰酸背痛、含胸驼背的情况，时间长了缺乏运动会让身体处于亚健康状态。那该怎么改善这种情况呢？如果白天没有时间运动，不妨在睡前做2个小动作。动作1，俯卧在床上或者垫子上，双腿并拢伸直，两手弯曲手肘放在头部两侧，将上半身抬起，用双手支撑身体，然后左手向上抬起，抬到最高点，保持3秒还原，再抬起右手，反复做5分钟左右。
最好在晚饭后1小时做。动作2，也是俯卧，双腿并拢伸直，两手放在臀部两侧，手掌心朝下，然后收腹向上抬起上半身，用骨盆和双手支撑我们的身体，保持10秒，回到原位，再接着做。睡前做5分钟左右，每天睡觉前抽出10分钟时间做这2个动作，长期坚持可以帮助我们缓解腰酸背痛，同时还有促进睡眠、减肥的作用，有助改善我们亚健康的状况，对身心都有益哦。申哥，哎，你说我咋这么容易胖呢？吃点就胖。哎呀，那就少吃点吧。哎，我都控制了，可就是这易胖体质呀。你说我啥时候能变成易瘦体质呢？其实我也想啊。拥有一个苗条的身材是每个女生都希望的。那我们身边呢，总有一些人是怎么吃都不胖的，而有些人呢，吃点东西就胖，一直呢在减肥的道路上努力着。其实想要变成易瘦体质，就要注意在饭后养成2个好习惯。习惯1，饭后不坐着。现在很多人呢都比较懒，吃完饭之后就立马坐着或者是躺着不动。如果长期这样，很容易导致体内食物不能及时的被消化和吸收，堆积在肠胃中，不仅对肠胃健康不利，还会使脂肪堆积在肚子上，使人发胖。习惯2，饭后1小时喝水。很多人喜欢在吃完饭后马上喝一杯水，这个习惯非常不好。如果想要喝水，最好在饭后1个小时后，这样可以起到冲刷胃部的作用，同时还能促进肠胃蠕动，帮助把体内的毒素和垃圾排出，有利于减肥。除了要坚持这2个好习惯之外，还可以在饭后做一做减肥动作。下面呢，教大家一个简单的动作，全身放松，躺在垫子上，双腿并拢，吸气时收紧腹部，双腿向上抬起，弯曲膝盖，大腿和小腿呈90度，同时双手也伸直抬起，与地面平行，然后脑袋也跟着向上抬起，保持5秒，放松，回到原位。每天反复做2到3分钟。这个动作可以让全身脂肪燃烧起来，帮你轻松享受。节奏变快，很多人呢没有时间锻炼，再加上长期久坐和不合理的饮食等，让便秘问题频繁出现。便秘不是小事情，拖时间长了会对身体造成危害，所以平时我们应该多注意饮食，可以多吃一些高纤维素的食物，帮助促进肠道蠕动，润肠通便，清理肠道垃圾。那下面这2种食物，便秘的朋友可以多吃一些。第一种，西葫芦。西葫芦中含有的水分大约有94%以上，而且呢是低热量食物。西葫芦中含有丰富的维生素 A、纤维素、木质素和果胶等，这些物质能很好的促进肠胃蠕动，有利于消化，还能够提高人体新陈代谢，有很好的润肠通便效果。而且生吃西葫芦要比熟吃效果更好哦。第2种，火龙果。火龙果是很多人喜欢吃的水果，营养价值极高，含有很多人体所需成分，富含多种维生素、蛋白质以及矿物质等。火龙果中有很多黑色的种子，它们不容易被肠道消化吸收，有助促进肠胃蠕动，具有润肠通便的效果。便秘的朋友多吃一些，可以软化大便，使排便更顺畅。但是火龙果是凉性的，所以每天吃1个就行。如果是经期内的女性，最好就不要吃了。还有寒性体质的人也最好少吃。好了，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。你还知道哪些食物可以改善便秘？可以在下面评论区留言。今天木子看见有朋友留言说黑眼圈越来越重了，有没有什么好的办法可以缓解呢？有黑眼圈，首先不要熬夜，必须好好的休息，还可以用按摩的方法，用无名指快速的在内眼角处轻轻拍打，每天拍打20次左右，这样可以促进血液循环，帮助消退黑眼圈。希望可以帮助到你。大家如果还有什么想要知道的问题，可以在下面留言哦。我都人常见的一种疾病，但是近年来越来越趋于年轻化。其实这和我们不良的饮食习惯和生活习惯有很大关系。如果日常不注意保养，很容易让血压飙升。所以下面这2个小动作，血压偏高的人最好不要做，不然对身体健康不利。下面我们就一起来看一下。
第一，用力排便。当出现便秘情况时，很多人排便会很用力。对有高血压的人来说，用力排便会导致血压升高，影响身体健康，所以建议血压高的人排便时切勿太过用力。平时可以多喝水，多吃一些含有纤维素的食物，对预防便秘有帮助。第二，早上起床太猛。很多人都有这样的习惯，醒了马上就起床。血压高的人如果起床太猛，会刺激血管，从而导致血压迅速升高。所以血压偏高的人早上醒来不要马上起床，可以在床上缓2分钟，然后再慢慢的起身，这样对身体健康有帮助。血压高的朋友平时可以按摩一下百会穴，在我们头顶正中央，按摩时将手掌紧贴在百会穴，然后进行旋转，顺时针旋转36次，有很好的凝神醒脑、降血压的效果。今天看到有朋友给我们留言说，个人卫生不注意，袜子不常洗，会影响人活长寿吗？木子要告诉这位朋友，会的。袜子不经常洗，会有大量的细菌，还有长时间不注意个人卫生，这些都会对身体健康有影响。所以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和饮食习惯，对健康长寿才有帮助哦。好了，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。如果你还有什么疑问，可以在下面评论区留言。感谢收看《侃侃养生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